马上到女儿中考关键期，婆婆却怂恿我老公和我离婚，只因我没给她生孙子，还暗地里安排我老公相亲。瞬间三观尽毁，我立马把婆婆赶出家门，让她流落街头。大家好，开始今天的故事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是姚杰，一个家庭主妇。我有一个在上初3的女儿月月，月月从小就懂事，学习上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在家里也都会帮我做家务，一有空闲就帮我洗脚捶背，可以说是个再好不过的孩子。只是我婆婆却不怎么喜欢月月。自从结婚之后，我和老公一直都是和婆婆住在一起的。婆婆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在老家无依无靠的，所以老公在城里买房子之后，就把她从乡下接进城。婆婆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被老公的奶奶各种欺负，就是因为她生了大姑子之后7、8年一直没有生下儿子。我本以为婆婆被自己的婆婆如此欺负，应该最知道这种重男轻女的糟糕感受。可惜婆婆不仅没有因此体谅我，反而因为曾经被婆婆欺负，她现在就变本加厉地搓磨我。特别自从我生下了月月之后，她就看我特别不顺眼，觉得我没有给他们老林家传宗接代。晚上我接了月月回家之后，婆婆看见我就开始念叨：“姚姐，我跟你说了，月月这个死丫头片子以后要嫁人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让她读这么多书做什么？我看还不如现在就嫁人。”月月听见婆婆这么说，瞬间就低下了头。月月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奶奶不喜欢她，所以在家里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奶奶更加讨厌她。可是月月的谨小慎微和听话懂事，换来的却是奶奶对她变本加厉的嫌弃。婆婆说我什么我都一向不放在心上，看在她是我老公的妈，又是长辈的份上，我一般不跟她计较。但是说我的女儿就不行，我立马反驳了回去：“妈，月月才15岁，15岁嫁什么人？大姑姐15岁的时候嫁人了吗？大姑子是老公的姐姐，刻薄样仿佛跟婆婆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由于大姑子小时候长得不好看，一直说亲都没人要，30岁的时候才嫁出去，一直是婆婆一提起来就觉得丢人的事情。”我这么说跟扎婆婆的心没区别。果然婆婆听我这么说，整个人都炸了。姚姐，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故意讽刺你大姑子？我没有，我反正是不会承认的。婆婆拿我没办法，只好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对了，厨房里的碗还有阳台的衣服都没洗，你今晚必须给我洗完。婆婆和我们住在一起，并没有做家务，反而经常偷懒让我做，她也就偶尔心情好的时候做一点。我知道要是不让婆婆出这口气的话，婆婆10有89是还会继续搓磨我的。我叹了一口气：“好，妈，我马上去洗。”这时候月月有些心疼地看着我，拉了拉我的衣角：“妈妈，你会不会太辛苦？要不要我帮你？”我摇了摇头，伸手摸了摸月月的头：“月月乖，妈妈有月月就不辛苦。有月月这么懂事的孩子，我受点委屈又怎么样呢？”晚上我把最后一件衣服晒完了之后，去月月的房间，发现她已经看书看得睡着了。我给月月盖上被子，就走出了她的房间。月月快要中考了，她想考上我们区的重点高中，所以一直很拼命学习。过了一会儿，老公加班回来了，他看见我的时候就凑过来亲了我一口：“老婆，想我没？”老公和我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哪怕结婚这么多年了，他都还会在纪念日的时候给我带礼物，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抱抱我，亲亲我。我们就像热恋情侣一般，一直都没有厌倦对方。但我们之间一直横亘着婆婆，让我们时不时会有些小矛盾。别闹了，都老夫老妻了。我娇嗔地看了老公一眼，老公却把我扑到了床上。什么老夫老妻？老婆，你在我眼里就是最有吸引力的。眼看老公就要继续下一步动作，我赶紧拦住了他，告诉他今天不行，我实在太累了。老公眼里瞬间闪过了一丝失望。我抱着老公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老公，明天吗？老公点点头，算是答应了。他抱着我，用他的胡须蹭了蹭我的脸。老婆，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好不好？我一听这句话，眼神瞬间一变。我们不是有月月了吗？你也知道我当初生月月的时候难产，差点没了一条命，你居然还想让我再生？你该不会也和你妈一样想要一个儿子吧？婆婆一直很重男轻女，我很怕老公被影响，所以一直都有做老公的思想工作。没想到老公还是跟婆婆一样，想让我生一个男孩。我的心里很失望，面上也表现了出来。老公大概看见我不高兴样子，赶紧解释道：老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老公我只是单纯喜欢孩子而已，你就算再生个女儿，我也喜欢的。真的？我有些不相信地望着老公，老公冲我点点头。真的？老婆，你不相信别人，还不相信你老公啊？老公说完之后，我勉强点了点头。而后我想起月月中考的事情。老公，月月一直想考重点中学，但是她数学成绩一直提不上去，我想让她去补习。老公听到我说的话，紧紧皱起了眉头。老婆，月月成绩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为什么还要让她补习？补习要花不少钱呢。我领导家的儿子补习一年都花了10几万。老公不情愿的样子让我也不高兴了。月月只需要补1个月就行了，花不了几千块钱。而且你说你想要孩子，你给月月补习都舍不得花钱，你拿什么钱养孩子？被我这么一问，老公瞬间哽住了。我转身不想理他，这钱你不出，我自己出。我有些郁闷地去睡觉了。老公叹了一口气，告诉我他愿意花钱让月月补习，只是顺口说了一声罢了。但我心里还是不好受，我总觉得老公和他妈一样想要一个男孩。老公后来再也没有跟我提过生孩子的事情。月月补习他也赚了几千块过来，但是我心里莫名的感觉扎着一根刺。我没有收老公的微信转账，自己出钱垫了月月的补习钱。倒是婆婆知道这件事情，跟我老公大吵了一架。准确的来说，是跟我老公大吵一架的同时，对我指桑骂槐。说的话无非是那些女孩子家家的读什么书，给丫头片子花钱补习，不如给她买金子，诸如此类的话。老公被他妈这么说，只能受着，而我也什么都没说，只是任由他骂。我只是庆幸月月今天还好补习不在家里，不然听见他奶奶这么说，他心里又要难受了。别看月月才15岁，但是因为我们家庭的缘故，小小年纪就特别成熟，心思也很敏感。我不想让月月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在惦念着奶奶不让自己上学的事情。婆婆的脾气来的也快，去的也快，在家里大吵大闹了一通，老公给她买了一个金戒指，这事也就过去了。傍晚大姑子却突然来到我们家里，她一看见我就不对付。我说弟媳，你怎么这么懒呢？我来你家都不懂给我拿双拖鞋。我实在不知道，明明鞋子就在他的脚旁边，为什么他非要我给他拿？分明就是难为我。
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也就干脆当他的话是在放屁。大姑子看我不搭理他，转头跟身后的女人说道：“小芳，帮我拿个拖鞋。”听见大姑子的话，我这才意识到大姑子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大姑子喊她小芳。小芳看起来身量纤细，一副柔弱的需要人保护的样子。她一听大姑子喊她，立马给大姑子拿了拖鞋穿上，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让我简直自愧不如。我很奇怪大姑子为什么要带着一个跟班一样的女人来我们家里。婆婆见到小芳，瞬间就笑得牙不见眼，高兴得不行。哎呀，小芳，你真懂事啊，长得又漂亮，阿姨可喜欢你了。大姑子也在旁边暗戳戳地说道：“小芳当然懂事，她可不像有些人。”我总觉得她在内涵我。我有些奇怪地问老公：“老公，她是谁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叫做小芳的女人。我看到老公的眼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慌乱，他顿了一下说道：“小芳是我远房表妹。”原来是老公的表妹，难怪大姑子会带她来我家玩。只是这个远房未免有些太远房了，远到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时候小芳看见我，含羞带怯地喊了一声嫂子。我对小芳印象还可以，所以没有像忽略大姑子那样无视她。小芳你好，我笑着看着小芳。这时候小芳突然用一种打量的目光从上到下审视了我一遍。我感觉她的眼神在我的新款手机和脖子上的金链子停留了几瞬，这眼神让我很不舒服。小芳留在我们家里吃饭，婆婆叫我多做几个拿手好菜。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菜市场买了一堆海鲜放在厨房里面。婆婆一直都是一个小气的人，哪怕对大姑子这个亲生女儿都是很小气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婆婆这么大方。我把海鲜放进锅里炖，还有一部分海鲜拿去做生腌。婆婆说小芳就喜欢吃这种口味的。我做饭的时候看见他们3个人坐在沙发上，而老公拿着一个椅子坐在旁边陪他们，说说笑笑的，衬托着我好像一个干活的保姆一样。后来不知道他们说到什么，大姑子和老公2个人换了一个位置，老公和小芳2个人坐到了一起，2个人离得很近，老公甚至还帮小芳扶起了她耳朵旁边的碎发。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是想到小芳是老公的表妹，我也不好说什么。我总不至于一大把年纪了还幼稚到和老公的表妹吃醋吧。这种强烈的不舒服感一直持续到了饭间。吃饭的时候，婆婆一直把螃蟹夹到小芳的碗里，小芳一边说谢谢，一边把包好的螃蟹放到老公的碗里。志伟哥，你多吃点。小芳满眼笑意地看向老公，就像看向自己的爱人。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明明小芳只是老公的表妹而已。这时候大姑子看见小芳给老公夹菜，就开始挑我的刺。弟媳呀，你看你都不关心志伟，还不如小芳呢。说完之后就看向我老公，志伟呀，要我说找老婆就得找小芳这样的，那种不会关心老公的女人不能要啊。大姑子的话让我非常不舒服，而且小芳是老公的表妹，我跟小芳放在一起对比，是不是有些奇怪？更诡异的是，小芳居然有些害羞地低下头。这是因为被大姑子说了害羞了，还是因为我老公害羞？这种割裂感让我觉得这个小芳很不对劲。吃完饭之后，小芳就走了。不知道为什么，婆婆真的很喜欢小芳，在她临走之前，还给她塞了一个大红包。据我目测，里面可能有1万块钱。这一切都透着诡异。婆婆可是一个能因为自己孙女补习花了几千块就大吵大闹的人，这样一个人突然大方起来，是真的让人觉得奇怪。
婆婆让老公开车送小芳回家，还一直叮嘱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我决定等老公回来后，好好打听一下这个小芳到底是他们家的哪路亲戚，居然能让一向贪婪吝啬的婆婆对她这么好。婆婆和大姑子两个人神神秘秘地回了房间，看向我的眼神就好像防贼一样。我有种强烈的预感，他们一定在做什么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于是等他们回到婆婆房间的时候，我轻手轻脚想凑过去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悄悄话。没想到就听到了婆婆愉悦的笑声。我特别喜欢小芳，而且小芳她家里除了她都是男丁，一定可以为我们老林家生下子的。我整个人猛地一抖，什么叫可以给他们老林家生儿子？小芳不是老公的表妹吗？我不记得他们老林家除了老公以外还有什么男丁。大姑子的下一句话直接给我答疑解惑了。妈，还是你聪明，让我去找了小芳来，姚杰那个不下蛋的母鸡，留着也没什么用，还是早点让志伟和他离婚好了。就是了，天天就知道关心月月那个小丫头片子，连个儿子都不想生，也不知道要他有什么用。月月那个小丫头又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居然想上什么重点高中，真是不知好歹。婆婆说的时候极其刻薄，仿佛月月不是她的亲孙女一样。大姑子陪着婆婆骂了几句我，然后说出了她的目的。妈，你之前说我帮志伟找到一个生儿子的新老婆，你就给我2万，你说话要算话呀。知道了知道了，你是我女儿，我不会亏待你的。婆婆说的时候有些不耐烦。婆婆一直都是重男轻女，对大姑子和老公两个人可以说是新天到外太空去了。婆婆基本把公公留下的东西全部都留给了老公，大姑子连个边都没有碰到。这些年大姑子虽然嫁人了，但是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一直想从婆婆身上得到一些好处。这次是她好不容易找到的机会，所以婆婆一说，她就帮婆婆找了这个叫小芳的女人。我几乎是一瞬间就明白了大姑子的心路历程，但我并不想去理解她，因为她现在所为就是在恶心我。尤其他们居然还带着另一个女人来我的眼皮子底下和我老公相亲，甚至让我给他们做相亲宴，这简直就是荒谬至极。听到屋内走动的声音，大姑子和婆婆可能要走出房间了，我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我心里很不舒服，胃里反酸，感觉到一阵又一阵的恶心。婆婆和大姑子怎么能这么对我？还有老公，他到底知不知道他们的打算？还是知道他们的打算之后，却依旧配合他们骗我？我坐在床头，静静地看着我和老公的婚纱照，陷入了沉思。如果老公真的觉得我没有给他生个儿子，就想和我离婚呢？那这个男人我真的能要吗？还有月月，月月可还是要中考的，要是中考这么关键的时间，我和老公离婚了，会不会对月月造成伤害？不知道老公送小芳去哪里，他很晚才回来，回来的时候甚至有些满脸春风得意。我从他的衣领上揪出了一根女人的头发，老公，你身上怎么会有女人的头发？老公看见那根头发的时候，眼里闪过了一丝慌乱，然后解释道：“老婆，这不就是你的头发吗？是吗？我是中发，而这根头发那么长，实在是不像我的头发。”我突然失去了问老公到底知不知道婆婆计划的兴趣。我总觉得面前的这个男人已经变得很陌生，陌生的让我有些害怕。晚上，老公很快就睡着了。这时候，他的手机亮了起来，上面显示着小芳发来的短信：“志伟哥，谢谢你的项链，我以后一定会跟你好好在一起。
给你生个大胖儿子的。志伟哥，项链，在一起，大胖儿子。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真相昭然若揭。老公分明就知道婆婆的打算，而且也准备听从婆婆，打算跟我离婚，找一个给他生大胖儿子的女人。我看见手机短信的时候，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原来我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和他妈一个德行。他根本不爱我们的女儿，还因为我不愿意跟他一起生儿子，就要跟我离婚。我靠着床板哭了很久。我意识到那天老公说的都是真心话，他是真的想要生一个儿子，也是真的不愿意给我们的女儿花钱。在他的眼里，女儿根本比不上儿子，而且他还因为想要儿子，打算出轨抛弃我。看着老公熟睡的脸庞，我一时间心痛难忍。那我现在该这么办？月月都还没中考，我真的要让她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吗？绝对不可以！我绝对不能让我女儿的情绪受到任何的影响。我必须要忍到月月考完试，等到那一天，就是老公和婆婆两个人被我扫地出门的日子。我不知道老公具体会在哪一天和我提出离婚，但是我要把这个日子拖得再晚一点。我去买了一根假的验孕棒，打算骗他们我已经怀孕了。第二天等老公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就假装很高兴的样子冲上去抱住了他。老公，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笑眯眯地看着老公，仿佛我真的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一样。老婆，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老公其实心思并不在我的身上，反而一边跟我说话，一边手机按个不停。我想应该是在和小芳发消息，毕竟和小芳刚刚在一起，估计有新鲜感和刺激感。想到这个，我心里并不难受，因为我对这个家，对老公和婆婆已经彻底失望了，所以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再难过了。我要保护好的只有我女儿月月一个人而已。老公，我怀孕了。我这句话直接让还在回信息的老公打了一激灵。你说什么？你怀孕了？老公说的时候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也是，毕竟我平时都表现的一副我不想要孩子的样子。可我们没有做错事的时候，你不是都有吃药吗？我为了防止婆婆在我和老公的计生用品上面动手脚，比如扎个孔什么的，我一般都有吃长期的避孕药。我摇了摇头，之前有几次我忘记吃了，我也没想到我居然怀孕了。老公大概是有些发懵。换做之前，老公估计会开心，但是现在他又和小芳说好了和我离婚娶小芳，他一瞬间有些纠结。但我下一句话让他彻底惊讶了。我去拍 B 超了，医生说我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个男孩。俗话说得好，打蛇打七寸。我知道婆婆和老公两个人的痛点在哪里。我更知道要怎么说才能让老公把离婚的时间拖到月月中考之后。过了一会儿，婆婆也知道我怀孕的事情，而且还知道了医生说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十有八九是一个男孩。她看我的眼神瞬间不一样了。哎呀，姚杰，你怎么不早说你怀孕了？妈赶紧去给你炖点补品。婆婆看我的肚子，仿佛跟看什么金疙瘩一样。我看婆婆对老公使眼色，让老公和她进房间。我偷偷凑过去听他们两个人讲话，果然听到了婆婆和老公说，既然你老婆怀孕了，小芳的事情就先放一放，万一你老婆真生下了男孩，结果小芳娶回来又生了一个丫头片子，我们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老公的声音有一丝犹豫，可小芳本来是个黄花大闺女，她连第一次都给我了，我不娶她这是过得去吗？哪怕我已经知道婆婆和老公的德行了，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听到老公真的出轨，还夺走了人家女孩的第一次时，我还是心里止不住地顿痛。林志伟呀，林志伟，我姚杰这么多年，当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这么个人。我咬牙切齿，听完了全过程。他们打算跟小芳保持着现在的出轨关系，等小芳怀孕，到时候看我和小芳谁生的是儿子，就让谁当他老婆。我简直是被恶心的都要吐出来了。至于为什么小芳能这么任他们拿捏，就是因为小芳年纪小，还是一个拜金女，只要给她一点小恩小惠，她就什么都愿意做。更让我恶心的是，原来婆婆之前给她的1万块是为了买小芳的初夜。这一家子人的骚操作让我恶心的不行，但我现在又必须为了女儿全部忍下来，忍下这些令人作呕的事情。还有1个月，女儿就中考完了，我必须忍耐。这天晚上，我接女儿下晚自习的时候，我见女儿一直朝着公园那边看，我疑惑地问她：“月月怎么了？你在看什么？”这时候，月月指着公园那边说道：“妈妈，我好像看见姑父和一个不是姑姑的人抱在一起挨。”我惊讶地转了过去，果然见到了大姑子的老公抱着一个纤细的女人。那个女人一看就知道不是胖乎乎的大姑子，这不是打瞌睡就有人给我送枕头吗？为了月月的身心健康，我不能这么快和林志伟那个渣男离婚，也不能这么快报复婆婆，但是我可以先报复一下那个助纣为虐、刻薄至极的大姑子。我把大姑子老公和其他女人亲密的照片拍了下来，顺手把照片发给了大姑子和大姑子她老公的公司去。我要让她也体会一下被小三破坏家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些痛只有痛在她自己身上才会觉得痛。果然第2天，大姑子就哭着来到了我家找婆婆。她又壮又胖，哭的声音跟狼嚎一样。周志明他居然出轨，妈，你可一定要给我讨回公道。大姑子大概想从婆婆身上得到一丝母亲的关怀，不过婆婆向来不是这种人。她听到大姑子说的话后，瞬间皱起了眉头。你该不会想跟志明离婚吧？小春，你也40出头了，看看你自己这副模样，你觉得你离婚了还有人肯娶你吗？你妈我绝对不能有一个离婚没人要的女儿。男人在外面玩的花点很正常，只要回家就行。婆婆就是这么教导自己女儿的，她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深入她心，就连女儿受委屈也站在出轨的女婿这边，还给女婿找了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大姑子又哭哭唧唧了好一阵。她还说，因为有人把照片发到了她老公的单位去，现在她老公因为生活作风问题直接停止调查了。她老公还怀疑是她捅出去的，所以对她拳脚相加了不少次。大姑子的身上还有着青青紫紫的痕迹，看着好不凄凉可怜。但我只觉得她活该。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大姑子当初伤害我的时候，可未必想到还有今天。我在旁边忍不住笑出了声。大姑子听见我笑出了声，立马生气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道：“姚杰，你什么意思？你看我笑话是吗？”我举起手机，一脸无辜地说道：“大姑姐，你是不是误会我了？我刚刚在刷短视频，都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你就是故意笑我。”大姑子冲上来，我看她的样子就想马上要给我2巴掌。我打死你这个贱人！大姑姐边说边伸手想要打我。这时候我冲着婆婆大喊：“妈！”大姑姐想要打我，她想打死你的孙子。平时大姑子想打我，婆婆当然不可能帮我，没帮着大姑子打我就算好了。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的肚子里面可是有着她的孙子。婆婆果然听见我的呼喊，
冲了过来，在我意想不到的目光里面打了大姑子一巴掌。你敢害我孙子，给我滚出去！哪怕你是我女儿，我也不会允许你伤害我孙子。婆婆恶狠狠地盯着大姑子，仿佛大姑子是她的仇人一样。我看见他们狗咬狗，不知道心里多爽利，但是面上还是要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大姑子眼里含泪地看着婆婆：“妈，就因为我是女儿，所以我连你的孙子都比不上吗？”婆婆无视大姑子的委屈和难过，硬邦邦地说了一句：“你回家吧，记得好好哄哄你老公。”大姑子拿着包气鼓鼓地走了，走之前还留下一句：“妈，我真希望你不是我妈。”大姑子走了之后，婆婆并没有因为她的话感到难过去挽留大姑子，反而转头就关心起了我肚子里的孩子。要是不知道的人，大概还以为我婆婆对我多好呢。可惜我知道，她根本不是为了我，只是为了我肚子里面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孙子。大姑子自从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我家。听说她被老公家暴，带着女儿跑到其他市去了。走之前甚至没有过来通知婆婆一声。我想她大概是被婆婆伤透了心。其实大姑子也是不容易，但我也算做了件好事，让她看清自己母亲的真面目。很快，月月就中考完了。出考场的时候，月月是笑着出来的：“妈妈，我觉得我考得很好，一定能上重点高中的。”月月高兴，我也高兴，而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终于能摆脱掉这恶心的这一切了。这些日子，我把我自己的存款全部都转移到了我爸妈名下，用赠与的方式给了他们。我绝对不能离婚时还要被渣男和他的恶毒妈妈侵占财产。小芳也怀孕了，不过还不知道肚子里面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故意跟老公透露有一家私人诊所可以看男孩和女孩。果然没过2天，老公就带着小芳去了那家医院。医生告诉他们是女孩。老公一听是女孩，脸色都变了。而小芳在听到孩子是女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说道：“医生，你帮我把孩子给流掉吧。”我在窗户外偷偷看他们的举动。小芳拉着老公的手说道：“志伟哥，你别不要小芳。小芳把这个女孩流掉了，下次一定能生下一个男孩。”老公的表情很不情愿，但还是点了点头。小芳是个狠人，孩子月份还不够大，直接用药流掉了。但是让她崩溃的是，她流掉的孩子居然是个男孩。老公和小芳2个人看见自己流掉的孩子是男孩，直接傻眼了，2个人抱头痛哭，后悔不已。而我在旁边冷眼看着，只觉得恶人自有恶人磨。这家医院是我朋友介绍给我的，说这家医院的医生都是黑心医生，他们根本没办法看出男女，但是为了收钱就跟你胡说八道。我没想到真的让老公和小芳2个人受到了惩罚。孩子是无辜的，但是这2个恶人必须得到报复。而且孩子出生在这种环境就是一种灾难。晚上老公回来的时候满脸愁容，我努力控制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老公，你怎么了？老婆，老公喊了我一声，把我抱住，摸了摸我的肚子。老婆，我还好有你，有这个孩子。我简直被老公的话恶心得够呛。老公，你说什么孩子啊？我们只有月月这个女儿啊。我笑着看着他，眼里深不见底。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公听见我的话，瞬间慌了。老婆，你在说什么？这时候我轻轻一笑，在他耳边说道：“林志伟，你这个死渣男，居然在婚内相亲又出轨，你妈还天天欺负我女儿。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有怀孕，我都是骗你的。”看着老公眼里不敢置信的眼神，
我简直爽到爆炸。当初他背叛我的时候，就该想到有这一天，做了亏心事，就该知道自己要付出代价。姚姐，老公颤抖着用手指着我，还扬起手要打我一巴掌。而我预判了他的行为，先发制人，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林志明，我告诉你，你那点破事我已经告诉你的公司领导和同事了，还有那个小芳是你的情人吧？他的家人同事也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看你们在海城还混不混得下去？我说的时候，眼神很厉，语气很辣。我隐忍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可以报复这个死渣男了。姚姐，你信不信我杀了你？老公双目赤红，扑上来狠狠掐住我的脖子。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一直在装。这时候月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了，看见老公掐住我的脖子，瞬间冲过来打他。爸爸，你不准欺负妈妈，你不准欺负妈妈，你给我放开！我感动得潸然泪下，果然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只有我的女儿和父母。我当然不会就这样没准备的和老公摊牌，家门口早就站着我的很多亲戚。月月一呼喊，他们就都冲了进来，把我从老公手里救了出来，还狠狠地痛殴他一顿。婆婆从外面打完麻将回来，看见一群人打他儿子，冲进来想帮忙，却被推开了，还崴了脚。最后我们的事情闹上了法庭，法官把月月判给了我，房子也判给了我。一回到家，我就把婆婆和林志伟的行李收拾了，扔出家门。你们给我滚！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母女俩面前。我说的话很绝情，一如最开始他们想要对我的那样。婆婆这几天老了很多，她可怜巴巴地祈求我：姚杰，你能不能再给我和志伟一次机会？能不能别赶我们走？我已经心硬如铁，不可能，在你们那么对我那么对月月的时候，我们之间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们走的时候背影有些萧瑟，但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以后哪怕他们在街上饿死，我都不会管他们。林志伟丢了工作，婆婆又没有工作能力，听说他们租房子过得很凄凉。大姑子也和他们断绝了关系，没有人愿意拉他们一把。但是他们已经和我没关系了，我并不会去管他们。月月也叫我不要管他们，从小月月就受了够多苦了，她不愿意再回到以前的日子。中考成绩出来，月月不负期望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而我也顺利地找到了新工作，工资还不错，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真正的价值。而有些单身的男同事听到我单身之后，也开始追求我，我才意识到我自己并不是人老珠黄，也还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月月总是笑着跟我说，快选一个叔叔在一起，她希望我不要因为她放弃我的幸福。怎么会呢？月月她永远是妈妈最大的幸福。至于以后的事情，就以后再说了。我希望等月月再长大些，我再去找一个可以互相陪伴终生的人。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